大家好，今天我发现了一篇比较有趣，还算相当正面的关于中国的报道。这是由德国柏林日报编辑特卡莱茨女士本人亲自撰写的长篇政论性质的游记。估计她最近到了中国的青岛及北京。在文章中说，在中国的10天让她的世界观动摇了。她是东德人，在原东德社会主义国家长大及求学，可能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像西德人有那么多负面情绪，甚至抵触情绪。青岛曾经是德国的殖民地，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青岛下水道及油纸包的梗。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报道他的10天中国之行的。一骑绝尘的赶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运作？中国如何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改革开放政策释放的力量，随着富裕的增加，对西方的自信也与日俱增。人们对中国的进步惊叹不已，转而担心这个拥有丰富战略原材料和14亿聪明人的国家会超越最近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不久前，中国还是亚洲的穷鬼，现在却在进行一种在德国被人嘲笑的把戏，一骑绝尘的赶超。沃尔特·乌布利希特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民主德国提出这一口号，通过经济成就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最终失败了。现代中国在这方面是认真的，其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党的领导人，更多的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在1978年宣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开放，最终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当时说，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最后让全体人民富裕起来。他鼓励每个人都这样做，致富光荣。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国家，从德国来的人很快就会意识到中国的赶超进程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因此是时候更好地了解这个系统性对手了。仅仅了解中国的所谓状况，可能要追溯到文革时期或其他中国动荡时期，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任何意义。理解中国进步的关键在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请注意，这描述的是目标，而不是现状。这种现象不能用资本主义加共产主义专政的简单公式来解释。这个公式的正确之处在于，以国家为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将当前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动态的过渡阶段，社会必须经历这个阶段，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潜力，然后才能战胜它。我们记得苏联曾想从封建社会直接迈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10天，我的世界观动摇了。纵观德国政治和主流媒体，德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处于专制控制之下，不尊重个人人权，如言论自由，压迫维吾尔少数民族，监视所有人和所有事，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奉行侵略性的经济政策，并被视为竞争对手而受到遏制。要减少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去风险化是德国的新术语。在中国待了10天之后，预演过的世界观发生了动摇，现代化和自信，以及人们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这些印象太强烈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新获得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在对待西方国家的行为上表现出极大的自信。从现在起，人们真的可以平视交谈了，并非每个西方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中国人民说些什么？但是那是怎样的在中国的10天啊？他们是多么紧凑，多么具有启发性，多么充满了令人惊讶和启迪的情景。那么多有计划和随机的信息时刻，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妄想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那他就一点都不严肃。因此，以下内容只是收集到的信息和观察所得的一个总结，只是一个粗略的草图，不带任何判断，也不声称绝对真理。那么，中国人在回答问题和解释时都说了些什么呢？第一个惊喜是，他们坦率而毫无顾忌地回答了问题，即使是涉及台湾或维吾尔族冲突等敏感问题，他们给我的信息是多方面的，但通常不会被详细提及，尤其是因为答案往往大同小异。
富裕繁荣，自己、家庭、国家过上好日子，这是一切事物的核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和物质的进步是可能的。有能力的人拥有极大的机会，愿景能成为现实。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贫穷的农民，还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他们丢进了工厂，接受了最基本的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有机会接受教育，从事一份有趣的工作，获得丰厚的收入，住上一套像样的公寓，甚至是自己买的房产，空房子多的是，这些都获得积极评价。看看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青岛市场的鱼贩说道，他以前是开卡车的，现在他的鱼和海鲜生意很红火，显然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高兴。多年来，工资一直在上涨。与低工资时代不同的是，企业更不愿意雇佣员工，这也是目前年轻人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前，每个人都工作得很辛苦，但现在的工作也是一种个人回报，为自己致富的积极性很高。工资大幅增加。一位职位较高的女职员算了一笔账，以前一辆自行车要花3个月的工资，现在1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汽车。在改革开放前，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去餐馆吃饭，现在每周去几次是常有的事。目前最低工资为2100元，约300欧元，普通工人的收入约为4000元，技术工人为6000元，约合770欧元。此外，工作和教育方面的选择机会也越来越多。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选择科目，音乐、体育、计算机、绘画，然后甚至可以决定自己想学什么。一位父亲惊讶地说，孩子们回家后会告诉父母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最近，他女儿所在的学校开始选学生代表，而在过去，学生代表由老师任命。未来20年，中国将经历另一场变革，他确信。德国知识点评，其实这位作者内心还是有满满的优越感，认为选举制更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然而，在通往大学的道路上，每一级都有严格的考试，教育体制包括严格的选拔和淘汰标准，迫使孩子们努力学习。家长们也要确保孩子学有所成。不过，辅导费用也相当可观，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一些家长可以减少投资，因此可能成为社会重要人的天才或后进生可能会被淘汰，国家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损失了。总的来说，受访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集体比个人更重要。一个人既无法生存，也无法进步，更无法在冲突中保护自己。愿意将集体、社区作为优先选项，这无疑是与西方观点的本质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的原则之一。铁的规则是听老师的话，跟着老师走。可惜好干部太少了。这种忠诚的前提是老师是最好的，是可以信任的。一位带着党徽的共产党员说，同志们必须永远是最好的，尊重规则，尊重父母，生活在受人尊重的家庭关系中，享有同伴的信任。作为员工忠诚于公司，简而言之，为人民服务。这正是孔子教诲所要求的。领导者及教师必须以身作则。一位老同志抱怨说，可惜好干部太少了。但他说，腐败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有太多的手机像眼睛一样盯着每一个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人。最近有一位省级官员亮出了胳膊上的劳力士表，这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块手表是一块廉价的假表，但这也无济于事。配图说明，谁害怕物美价廉的中国电动汽车？在中国东部江苏省的太仓港准备好出口电动汽车。避免争执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从最底层到最高层都是如此。邓小平对此也有至理名言，不争吵就是赢得时间，赢得行动，一吵架事情就复杂了，时间就没了。随机采访的中国人都对此表示赞同。有一位路人说，习近平说得好，空谈误国。因此，按照最好的
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开展工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的最可靠途径。习近平认为，可以通过重新分配财富，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减少社会不平等来实现这一目标。尽管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层出不穷，但有一点仍然不可侵犯：土地的社会所有权。它属于国家，完全属于国家。无论是建造小房子还是摩天大楼，无论是建造工厂还是数据中心，土地都是租来的，租期通常为70年，并可选择延期，这样国家就保留了强大的干预权。如果要修建高铁或工业园区，土地归国家所有，必要时由国家决定并重新安置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提供优厚的补偿和新的住房。人口的未来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从1980到2016年，独生子女政策一直有效，这极大地抑制了人口向20亿的快速增长。正如一位批评者，他是一位共产党员所说，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搞得太晚了。如今每名妇女 1.09 个孩子的生育率大大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中国人口正在萎缩，其后果难以预料。养老金问题，一个未来的巨大问题。中国人仍然很早就退休了，男性60岁，女性50岁或55岁，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他们按计划缴纳养老保险，运气好的还能拿到公司的养老金，这样有私人养老补充。目前平均养老金只有2400元人民币，约合310欧元。不过，据一位在公园津津有味地抽着烟的受益人说，养老金每年增加200元人民币，约合26欧元。这意味着年龄越大，钱越多。鉴于人口的发展，国家领导正在考虑提高退休年龄，这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话题。但从中期来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5个工作人口为1个养老金的领取者支付养老金，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比1，而且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一比例还将提高。目前高于美国人的约78岁的预期寿命，让中国引进移民及明显的移民是任何人都不可想象的。互联网防火墙背后的生活，在东德，缺乏旅行自由是公民不满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只要不是领导干部，只要出得起钱，就可以私自出国旅游。人民币是可兑换货币，兑换方便。对于来自西方的游客来说，互联网的控制是一个麻烦。没有谷歌的生活是可能的，但也是一种负担。西方信息的自由流动是在防火长城及中国的数据长城之外进行的。然而，它似乎在变化。WhatsApp 的短信有时能通过，有时不能；谷歌的邮件有时能通过，但大多数情况下不能。中国人有自己的系统，显然运行得无可挑剔。人们可以通过它找到感兴趣的、不会传播政治动乱的信息，从天气到普通资讯，当然还有党的纲领。在这里，信息像黄河一样奔流不息。人手一部手机，许多人有2部，每个口袋都有1部。现金，现在没有人用现金了，连乞丐也不用。控制信息流的过滤器、渠道和闸门位于何处，仍然是隐形的。无论是将每日特价商品的价格贴在纸条上，并在摊位上方贴上2维码的市场商贩，还是用口袋里的2部手机协调家庭生活和工作的行政人员，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这是困扰。至少在10几位受访者中，没有人这样认为。现金已从日常生活中消失，街头的冰激凌商贩、高速公路的收费，以及在离天安门广场几百米远的时尚步行街上的华丽百货商店购物，都是用手机支付。就连青岛鱼市上的女乞丐，官方并不存在，但带着红袖章的私人保安会监视她，也是通过手机向路人募捐。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中国人的做法。稳定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越来越多中国人走向繁荣的发展。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政治、社会、民族动乱，因为我们已经有过惨痛的经历，各朝代统治不稳定的时期都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接管政权，
和文化大革命也是灾难性的。对恐怖分子的恐惧和安全措施，自2013年10月底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发动袭击并造成人员伤亡以来，在维吾尔族人的家乡加大了镇压力度，北京也加强了安保措施。袭击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护国寺附近，这里是这个巨大国家的象征性的中心。如今想去天安门广场的行人必须提前1天登记并通过安检。中国领导坚信维吾尔原教旨主义者想要在新疆建立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针对穆斯林人口中的骚乱，中国采用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儒家方法教导和实践，直到人们理解中国制度的优点。西方人眼中的在教育营被许多中国人视为提高文化水平的教育机构。乌克兰战争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情绪波动，给人的印象也是如此。最引人关注的冲突是台湾问题。从欧洲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是否会入侵中华民国台湾，以重新整合这个自1949年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岛屿，就像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以切断其自主发展一样。德国之士点评，这种对比完全是胡扯及偷换概念。这种操作在西方国家很常见，明明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但他们的媒体却天天给他们的民众洗脑，说中国与台湾是2个不同的国家，甚至他们也这么说香港，因为他们说两地的时候一般会并列中国与香港，而不是说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获得中国人的答案，可以获得一个有趣的视角，一言以蔽之，俄罗斯愚蠢到让自己被入侵乌克兰所迷惑，普京掉进了美国设下的陷阱。这种观点认为，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并不足以让美国消除俄罗斯这个地缘政治因素。对美国来说，俄罗斯仍然太强大了。首先是因为它作为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商，我们没普京那么愚蠢，因此美国有必要确保从俄罗斯分裂更多的部分。乌克兰的分裂正在进行中，更多的部分可能分裂出去。一位记者说，中国领导人绝不会像普京那样愚蠢，中国不会任由美国挑起台湾战争。还有人说，中国有的是时间，台湾问题将通过破坏性战争以外的方式解决。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是长线思维。因此，描述中国政府社会战略的公式，至少可以根据列宁扩展如下：孔子和马克思加上资本主义，再加上整个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和数字化，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崛起为世界第1强国。只有美国还能与之匹敌。只要中国领导能向绝大多数中国人兑现进步和繁荣的承诺，从而确保其权利不受限制，这就能成功。走中国人的路，改革先驱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捉到老鼠的都是好猫的至理名言，赋予了当今领导层务实精神。无论是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还是其他的，我们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我们必须学习他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照搬别人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我们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8年的邓小平如是说，这大概是中国成功秘诀的核心所在。中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系统，无论大小事都如此。这篇文章比较长，但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好，接着我们来看看仅有的几条读者评论吧。第一条评论，一个熟练工人770欧元，这就是你所知道的发展方向。下一条评论，这是一种善意的描述，但无法掩盖它是一个集权监控国家的事实。洗脑显然很成功，那些想这样生活的人应该去中国，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捍卫我们的自由。下一条评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遗憾的是，大多数德国人都无法理解其中所描述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朋友们，另外我还发现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收费文章，我们来看看开头的几段吧。中国创纪录的速度，可以这样进行火车旅行。一份实地报告，在黄海之滨的千万人口都市青岛，4列高速列车正整装待发，
准备开往北京，其中2列列车属于中国第一代动车组，它的名字是和谐号，设计时速超过300公里。第2代列车的名称可译为复兴，这些高速奔跑的列车时速超过400公里。中国产品采用阿尔斯通、西门子或新干线的技术，适应各气候区，从寒冷的高原到热带平原。站台上光洁的地板上没有一丝污迹，没有一粒碎屑，没有一个烟头，没有一块吃过的口香糖，没有任何东西能扰乱这份纯净。白色的青钢和玻璃建筑拱卫着整个站台，超现代化典雅的部分依偎在青岛老火车站建筑的背面。德国人熟悉青岛，1897年至1914年期间，青岛曾是德国殖民地胶州的首府。列车出发前15分钟，乘客们拎着行李箱和大包小包鱼贯而入，登上列车，经过安检、身份证、车票、行李的检查，几乎与机场无异。之后，他们在候车区逗留，没有拥挤，没有推搡，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这篇文章也被发表在《柏林日报》上，我们可以看到配图相当震撼，所以对《柏林日报》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我感到意外。这很不正常，不过总比每天抹黑中国的报道好，你们说是不是？好了，今天与各位分享《柏林日报》的长篇报道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关注。